开门红的啊，一件开门红的这个201号清光绪窑变釉杏园罐耳瓶。这个我们的这个排版也，图录的排版也非常有意思啊！一上来一件开门红，非常喜庆的一件拍品啊。颜色呢，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非常的莹润，然后颜色也是红的特别的到位啊，特别的到位。那么这件罐耳瓶呢，它是属于清代时期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官窑的一个造型啊。应该说是从康熙到晚清都有。那么雍正时候可能再往后出现的会更多一些。这种罐耳瓶呢，它其实最早呢是根据这个青铜器的造型而来哈，青铜器的造型而来，它在古时候呢也叫头壶。头壶，就是呢，它是一个青铜器材质的这种造型，类似这种造型的一个头壶。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参考的一个图片啊。那么头壶呢，它是我国古代的时候在酒桌上的一种这个竞技娱乐的一个工具啊，也是跟我们古代时候的这个骑射礼仪有关啊。我们在古代就是说，大家喜欢骑马射箭。但是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就是在酒桌上，在一个空间内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骑马去射箭，怎么办？我们这个古代人非常的有这个想象啊，然后就做了这种造型的头壶，然后就类似这种剑一样的这种长棍子吧，差不多长柄，对，往里边掷啊，站在一定的这个远处往里边去投。那么投到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它的得分会高一些；投到两边的这个罐耳的部分呢，它的这个得分呢会相对的低一点。那么根据每个人手里，比如说发8支这个否，对，那个时候叫否，发8支否，那么每个客人他去投，然后旁边还有专门计分的这个人啊，然后最后根据每个人投的这个结果，我们来计总分，然后评出这个输赢。所以说呢，这种呢也是从当时的这种青铜器，从这种古代的这种酒桌上的礼仪文化演变而到瓷器上。从瓷器上来说，这种造型应该说，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最早是不是宋代时候的这个罐耳瓶，对吧？但是其实还不止到宋代。最早是出现在这个梁楚文化时期的黑陶罐耳瓶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们切一下。切过来了吧？切图切过来了吧？啊。电脑没图啊？哦。这边线。这个行，可以吗？啊，对，我插了。那好吧，没关系，我们就来再来，有吗？应该有，有了吗？好，那么就是从瓷器上来说啊，大家普遍认为这种罐耳瓶的造型是不是从宋代的龙泉窑和宋代的这种官窑、哥窑的罐耳瓶制式演变而来？其实不然啊，在宋代以前，最早呢是在梁楚文化时期，它是在黑陶的这种器物上就已经有这种罐耳的一个造型在里边。那么所以说后期不管是青铜器的造型也好，还是说宋代的龙泉窑的这种罐耳也好，还是说再往后清代时期的这种罐耳瓶的制式也好，应该说它都是追溯到这个梁楚文化时期最早出现的这个造型上演变而来的啊，演变而来的。那么这种造型呢，除了我们这件就是窑变釉的颜色之外啊，这种造型在清代呢还有这个茶叶末釉的。然后还有这个缠枝莲的，对吧？还有青花缠枝莲的啊，还有这种什么绿釉的呀，就是有好几种颜色。但是应该说窑变釉的这种红色呢，在
中国人的传统的这个心理来说，它应该算是特别讨喜，也是特别招人喜欢的啊，这种造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啊，镜头里边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件呢，就是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的品相啊几乎是全美。我为什么用几乎啊？因为易趣的品相呢是查的非常的苛刻啊，非常的苛刻。这个品相描述里边说它的这个足端呢有一个轻微的小飞皮啊，轻微的小飞皮，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出窑时候所制的这种，这种。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非常的漂亮，品相方面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品相方面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而且呢，这件它其实肚子上面还有一个杏圆的感觉啊，这个因为这种镜头下不太好看，应该用手摸起来能感觉得到杏圆啊。我们大艺在今年3月份刚刚拍的这个迎春拍里边啊，然后拍出来也是光绪时候的一只窑变釉的罐儿瓶，当时的落锤价是28万啊，28万。那么我们这一只呢，这次的定价是8万元起拍。几乎是全品相的，颜色也不输于那一只，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本专场的第一件开门红的一件啊。对这件东西呢，因为这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件这个光绪官窑瓷器。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个底款了，看看它是用刻款，是吧？沙底刻款。因为这个钧窑呢，因为我们在窑址考察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瓷器，尤其是钧窑瓷器，它在烧造之前呢，它这个圈足啊是比较的厚，比较的高。那么烧完了以后呢，这个钧窑啊，因为它在高温当中又会垂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底足的足面上是个黑乎乎的东西啊，实际上像大漆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比较厚呢，就是有意识的流出来，让这个釉啊充分的让它垂柳。那么到了真正的把它归到这个上供的时候，这个圈足一定要平切的，用橐具把它切得很干净。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民窑的这个钧窑器啊，往往的底足啊都是那种像这个被这个给狗咬了一样，这个足面啊这参差不齐，而且呢磕碰比较厉害，这是因为这个釉啊粘在这个窑具上敲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底足不干净。而官窑器呢，它一定要平切，切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再抹上一层像大漆一样的东西，这样看起来呢也稍微好看一些，是吧？底下的沙底上面规规矩矩刻上大清光绪年制6字2行楷书款。所以这件东西呢它和那个我们讲这个山阳开泰啊等等的一些还是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的纯的一种这个红釉啊，把它叫做一张皮，就是没有其他任何的变化，就是红红火火，是吧？而且由于釉呢比较的肥厚，本来它的腹部啊有那个杏圆的这种纹饰，但是釉比较厚呢，把这个杏圆部分呢都盖住了，是吧？所以我们以这个直观的话呢，给你感觉好像上面没有纹饰，其实上面是有纹饰的，所以这件东西呢，我们作为第一个拍品啊，一方面呢也是图一个好的吉利了，对吧？这个红红火火开门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次的第一件这个拍品这个有朋友或者什么的话，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提出来，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是的。这种瓶式呢，因为我们讲钧窑在清代是从雍正开始的，是吧？雍正仿古，那么所以这种瓶式从雍正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光绪宣统。口沿是我们叫窝角，
有的呢，尤其是雍正、乾隆时期呢，他特别追求那个窑变，希望这个釉有更多的变化，给人感觉到有那种无以言表的那种色彩的变化。这种千变万化正是大家所喜好的。但是也有像这个狼窑红啊，像霁红啊，是吧？像豇豆红一样的，就是纯的一种红色调啊。这件东西呢，就属于这种品种。所以我们看这件东西的时候，上面没有更多的变化，就是一个红釉。是的，而且还有流淌的感觉哈。同样也是有流淌感觉。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这个君红釉呢，它的釉里边氧化钙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在高温当中它是一定要垂流的。所以我前面讲到圈足为什么要平切呀，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些师傅工匠们他知道这种釉的特性，知道它釉一定要往下垂流的，所以它的圈足流得很高，到真正这个要供奉的时候，这个圈足一定要平切，把它处理得很干净的。是的，这个我们在窑址里就曾经捡到过这个圈足平切下来完整的，这个平的一个方方的一个底儿，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检验了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专门给大家讲一下。是的。好，那么我跟汤老师为大家挑选了几件啊。这个君红它是什么呢？它是2叶相分相釉，虽然它里边含有铜，但是釉的配置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釉是一种复合型的，它这个釉里边本身有分散相和连续相。这个分散相呢，主要里边是含有很多悬浮在釉里的气泡，连续相是里边含有5氧化二磷的这种气泡，这2种气泡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现在钧窑的这种色调，尤其是窑变的一种色调。窑变是因为里边有这个氧化砷产生的这种乳浊感觉，所以君红釉是我们中国陶瓷美学的一个典范，或者是首创。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这个氧化亚铁做成色剂的，用氧化亚铜来装饰红釉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君红开始的。所以我们讲狼窑红呢，跟它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狼窑红它是先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上一层铜这种成色剂，然后上面再覆盖一层透明釉。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用铜做成色剂，但是它的这个装饰技法是不同的。所以刚才有朋友讲有何不同，其实讲起来这个区别是挺大的，但是对于我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自然学科或者说烧造技法方面这些知识的人，可能这个东西呢，有的觉得你这说的啰里吧嗦，是吧？好像不是特别明白，但是这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想学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这个不用着急因为这个东西是自然学科的东西我们就讲就是比较的科学不是我们随心所欲用表象的东西去解释的乱七八糟，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问狼红和霁红之间的区别，没有事儿，我们可以以后继续聊，好吧？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给你解答。对，好。那么前不久呢，也是刚刚结束了一个狼窑红的一个大展就是可能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呢，有可能没有太关注到这个展览，它的那个应该是在保利艺术博物馆，然后举办的一个以狼窑红为主题的一次展览。那个我跟汤老师也都过去看了一下是东西非常的漂亮，非常开门。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往后抖音上有网友在问我们这是在干嘛呀，对吧？我们今天下午进行的是直播导览是我们本次易趣拍卖会的直播导览的环节我和汤老师呢挑了几件东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呢，可以随时跟我们提出来我们随时交流。好，我们来看这个，继续往后哎呀，刚才呛了我一嗓子。
我们继续来往后啊，这是我们本次拍卖的第275号拍品啊，是一件清光绪的粉彩秋操杯啊。那么这件造型呢，非常的别致啊，它是一个荷花瓣状的一个锡杯啊。那我们看一下啊，它这一块呢是有一个落款啊，然后它的这个名字呢特别的。很特别哈，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叫秋操纪念碑啊，对，就是在瓷器上面以一项活动作为纪念的这种瓷器啊，真的很少啊，一般都是这种官窑的这种大运瓷啊，或者是传办瓷啊，对吧？那么为某一次活动而定烧的这种瓷器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为什么叫它秋操杯呢？因为它是光绪年间啊，就是秋操。纪念的，纪念秋操那个演习的一种纪念品啊，纪念品定烧器啊，它是带有这种很明显的这个落款，这种落款哈，就说明了它当时的一个寓意。秋操呢，它也是晚清政府，它是为了检阅这个陆军新军的军事演习呀，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军演，检阅啊。那么在当时呢，就是晚清政府，它是经历了甲午战争和这个八国联军的这个惨败之后啊，清廷就是清朝的这个宫廷呢，它深刻的认识到，就是如果要在这个国际社会上立足，想要不受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屈辱哈，那么就必须要实现军事的现代化。军事的现代化，所以他们从光绪的31年到光绪的34年。根据这个历史记载呢，是至少进行了3次的秋操演习。第一次呢是在河北的河间举行，对。那么第2次呢是在河南的张德举行，第3次呢是在安徽的太湖举行。那么我们现在经常所能看到的这个秋操杯啊，它几乎落款呢都是在安徽太湖的这个秋操纪念碑哈。所以呢，大家可能觉得，哎，那它是不是这种制式的，它的落款就一定是这个光绪34年安徽太湖的这种呢？不一定啊，因为它有3次，至少有3次的这种秋操演习，所以说它每次呢，它的落款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不外乎也就是落这3种，三种的时间这个款，它不会有其他的。而且呢，这一件的粉彩啊，大家看一下，它特别的淡雅啊，和我们有的时候见到的这种非常鲜艳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一件应该是特别的具有代表性啊，这件的彩头是非常的到位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呢，从这件的造型上来看啊，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啊，我觉得作为一场军事的演习，应该说都是铁铮铮的男子汉，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个造型看着这么的柔美呢？其实这也和当时这个就是执掌政权的这个慈禧太后，应该和她的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和她的审美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因为所有的这个光绪时候的瓷器啊，应该说都是要经过慈禧太后的这个首肯之后才能去定烧啊，才能去定烧。当然了，这种秋操杯呢，它也是有它的一个源头的一个参考啊，给大家找到了一个资料，来，我们切一下这个图片。那么这一件是唐代的一个绿釉锡杯，对吧？唐代的绿釉锡杯，有点唐三彩的感觉哈。对。然后再来看，这一件是康熙时候的，这个应该叫有点苏三彩了，苏三彩的一个锡杯。所以说锡杯呢，它最早出现是在唐代，那么后来在康熙时候也出现了这种锡杯的造型。但是现在可能大家最常见的还是我们眼前的这种这种光绪时期的这种秋操杯哈，秋操杯。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造型也是借鉴了前朝的一个造型，但是呢，它在这个造型的这个改良方面，包括它颜色的配比方面啊，又以这个当朝的这个光绪时期执政掌权的这个慈禧太后的审美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结合到各个方面的元素呢，也就形成了我们目前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绪的秋操杯啊，就是这个造型它是有它存在的一定的意义。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造型存在，对吧？那它为什么是和原来的这种锡杯有着
又有着异曲同工，但是呢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是和他的就是当时执掌政权的这个慈禧太后有很大的关系哈，非常粉嫩的一件。然后这一件呢，我们是品相良好，就是起拍价格是12万，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我记得我们在无暇专场的时候，这种全品相的锡杯应该有卖到17万左右啊，17万左右。反正呢，这一件应该说是一件非常特殊、带有纪念意义的定烧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件。对，那么这个呢，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讲了，我现在呢主要强调什么呢？这件东西啊，它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寓意，叫什么呢？叫一片丹心，报效朝廷。当时啊，在制作这件东西的时候，他专门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是我们过去大家都不怎么讲到的。在这儿呢，我专门给大家强调一下，它的寓意就是这个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种锡杯啊，它是采用锡红的原理，是吧？把这个酒啊、茶呀放里边，都可以通过这个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个嘴儿，可以吸。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上面有一个款式非常注意大清光绪34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碑，这几个字请大家认真仔细的看一看尤其是我们手上如果有图录，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这个款制的写法。还有一个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上面的粉彩的颜色。刚才我们董小姐强调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为什么原因呢？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很多都是仿品，告诉你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仿的作品，因为我们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见了这些东西太多尤其你看这上面的每一瓣上面这个每根线条，它都把它勾勒出来，而且一个粉彩由深入浅，它都交代得很清楚。而我们现在市场上那些非常粗糙不堪的一些这种仿品请镜头前的朋友特别要注意。谭哥，这个能对焦吗？有点没对焦。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必须要认真注意的，不然的话，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确实是在这方面吃了苦头的，懂吧？所以我在这儿呢，特别要强调一下，让大家认真仔细的，稍微多看一点多了解一些。除了这种造型以外，除了光绪34年，没有其他写别的年代的东西请大家注意，说这个造型写的这样，完了以后上面写30年乱七八糟年，没有的，只有34年用的这个造型，烧制了一批给了这些将士们，除此以外没有。那么至于31年我们曾经拍过的，那都是按照普通的酒杯上面用矾红和描金画的是龙纹写上多少年，除了那个以外，其他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宣统3年有过一次，是的，总共有3次而且传世的，尤其宣统3年那个，可能我们在世间天津博物馆有一件收藏，其他几乎都看不到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我在这儿呢特别要强调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些朋友们，既然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拿到这样的东西，而且是真东西，一定要把话给大家讲清楚，让我们每一个朋友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目了然，不要被社会上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所欺骗。是的，好吗？那么关山飞雪这位网友您好您说这个关于落锤架的您的一个看法是这样这个瓷器上面呢就是不同的品相，那么就是对于价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不管它落锤是几万也好，几十万也好，那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里边的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参考是指全品相的，然后我们之前无暇专场有卖过这个16万落锤那么加上佣金已经差不多18万左右了。